只有人问我下个活动是啥，什么时候开始？得，我干脆给你们统计一下一年里光遇的所有活动和对应时间。咱们从春节开始。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咱们华人也是把春节作为一年的起始。光遇的活动幸运日 Days of Fortune 对应的就是春节，活动地点是玉境，对应的变化是喜庆的氛围、烟花、会掉落烛火的巨龙等等。代表性物品有锦鲤礼包、福娃礼包、小橙子、生肖面具等，其中返场的物品在办公室屋顶购买。活动会从春节前几天开始，对应的公历日期是1月底到2月中旬，正巧会碰上2月14号情人节的活动爱之日 Days of Love， 所以这两个活动会无缝衔接，甚至合并一起。爱之日活动地点也是在玉境，对应的变化是草地变粉，氛围比较暧昧。代表性物品有秋千、跷跷板、双人船、玫瑰面具、花环等。返场的物品也是在办公室屋顶购买。这两个活动加一起的周期特别长，活动时间是1月底到2月底。第二个活动是花之日，也就是咱们说的花期节 Days of Bloom， 对应的是四季中的春天，春暖花开之时。这是一个欣欣向荣、充满生命气息的活动。代表性的场景就是一棵发芽、生长、盛开、凋零的花树。代表性的物品是茶桌和花斗。活动日期是3月中旬到4月上旬。第三个物品是自然日，也就是咱们说的海洋节 Days of Nature， 对应的是4月20日的国际地球日，主题是倡导大家保护环境、爱护自然。玉境会有先祖，但是活动场景会放在云野的圣岛，比如21年的间歇泉和今年的海沟、夕阳。代表性物品是海洋斗、海龟斗、项链、花环等等。但是这个活动国服和国际服的时间安排不同，国际服会对应地球日，活动时间是4月中旬到5月初。国服的话看官方安排，今年的日期是5月23号到6月5号。其中6月3号是端午节，应该会返场国服特有的粽叶斗。第四个活动是彩虹日 Days of Rainbow， 也就是咱们的飞行节，对应的是国际上的6月的骄傲月。代表性的场景是每个地图的彩虹和大蜡烛。代表性的物品有彩虹斗、彩虹裤、耳坠、耳环、彩色尾焰等等。国服和国际服的活动时间也是不同的，国际服会对标骄傲月，活动时间是6月中旬到6月底。国服的话也是看官方安排，去年是11月18号到12月1号，今年未知。第五个活动是光遇周年庆，活动地点是静阁办公室，办公室会进行装扮，以庆祝光遇的周年生日。代表性的物品有周年帽、彩旗、蛋糕魔法等。国际服时间是7月中旬到7月底，国服的时间是6月下旬到7月中旬，这个也是看官方安排哈，可能也会有一点点的变动。第六个活动是夏之日 Days of Summer， 对应的是充满活力的盛夏。夏天嘛，想到的就是沙滩、海水、比玉境会变得充满夏日气息，小码头、沙雕、阳伞、躺椅、篝火等。代表性的物品就是遮阳伞、遮阳帽、躺椅、贝壳头饰等。活动时间是8月中旬到9月初。第七个活动是夏日之光 Days of Summer Light， 对应的是中秋节。这个活动比较简单，延续了夏之日的场景，只会限时出售特定的礼包，石灯笼和小兔子。今年应该也会出新礼包。活动时间是9月下旬到10月初。国服正巧会碰到国庆节，会有专属的小红花和红领结可以领。第八个活动恶作剧日 Days of Mischief， 对应的是11月1号的万圣节，会在静阁办公室开启特定的活动地图。这个地图非常的有特色，没有经历过的萌新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代表性的物品有蝙蝠斗、蜘蛛斗、枫叶斗、巫师帽、南瓜头等。活动日期对应万圣节10月底到11月中旬。最后一个活动盛宴之日 Days of Feast， 对应的是12月25号的圣诞节和1月1号的元旦。玉境会变成冬季场景。
活动地点办公室也会进行装扮。代表性的物品有鹿角、雪花斗、圣诞套装、圣诞桌等等。活动时间是12月中旬到1月上旬。目前来说，光遇一共就这9个活动，做成表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实际上一年中每个月都是处于活动中的。对于萌新来说，会特别辛苦，因为每个活动都有需要蜡烛和新兑换的物品，再加上每2周一次的复刻，基本是留不下蜡烛的。这点真的是希望官方能重视一下，因为对于每一个热爱光遇的玩家来说，肯定是不希望自己的朋友因为基本的游戏机制太干，退游离开自己的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，我是老庞，求赞求关注，再见。